世子妃，南康郡主受了惊吓，宋国公夫人要和您商议一下大姑娘出嫁的事。我有几句话单独和世子妃说。你陪国公夫人聊聊吧。大姑娘出嫁不是已经商议差不多了吗？宋国公夫人要和我商议什么？如今找进南王府钟馗的人是世子妃，南康郡主还做得了主吗？大姑娘出嫁是南康郡主身为侧妃能做主的最后一件事。她帮王妃管了20年的家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只要不过分，我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宋国公夫人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世子妃嘴唇有些发紫，莫不是身体不适？看来大昭寺那盏茶里的毒是宋国公夫人的手笔了。我无意和世子妃为敌，实在是世子妃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逼得我不得不出此下策。宋国公夫人就不好奇我中了毒为什么没有毒发吗？宋国公夫人太小瞧贾大夫的医术了，不过只是区9种毒草调制的毒药而已，还难不住贾大夫。宋国公夫人想要拿解药换贾大夫治病的如意算盘，注定是要落空了。我与宋国公夫人没什么好聊的，慢走，不送。宋国公夫人回府的路上小心些，我会派人送夫人点回礼。躲得过去便罢，躲不过去，记得送2万两来找我拿解药。有人在大昭寺给世子妃下毒，世子妃怎么没告诉世子爷呀？又没成功，那也该说呀。一会儿就让陈秋去给他下毒，下最狠的毒。这家伙真是，我要是给宋国公夫人下毒，还用得着假手于人吗？等着收银票吧。宋国公夫人替儿子求取血肉，应该就是想借着王爷之手，找贾大夫给宋国公世子治病。王爷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女儿守一辈子活寡，可杏儿眼看着就要出嫁了，宋国公夫人居然这么没耐心，派人到大昭寺给我下毒，就这么等急吗？世子妃，宋国公府管事的求见。还请靖南王世子妃赐解药。不会是假的吧？宋国公府不敢跟我耍这样的花招，我能轻而易举的让人给他们宋国公夫人下一回毒，就能下第2回，除非宋国公夫人从此闭门不出。何况对宋国公府而言，2万两不过是9牛1毛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麻烦给我带句话给宋国公夫人，这回我大人有大量，只让他破点财，再有下回。靖南王世子妃放心，绝不会有下回了。就是这回，我家国公夫人也是实在没法子，才选择了剑走偏锋。再厉害的毒都难不倒贾大夫，夫人哪儿还敢班门弄斧啊？况且这贾大夫医术这么高超，一定能治好我们家世子爷的。世子妃，您的侯府被抄了。怎么突然就被抄了？不是没有证据证明明德侯府贪墨制灾款吗？这回不仅有证据了，而且是证据确凿。皇上看到那些供词和罪证，龙颜震怒，当即就怒拍桌子，派左相大人去查抄明德侯府。只怕这次不止明德侯府要遭殃，连刑部尚书可能都要倒霉了。刑部尚书怎么了？左老爷手里的证据足够定明德侯府死罪了，他还重新审问了泉州知府。泉州知府招供第一份供词属实，是刑部尚书告诉他，他中毒是苏老爷审讯的手段，泉州知府才翻供的。天这么热，怎么过来了？闲来无事，做些消暑祛湿给相公，送下来给父王母妃尝尝。累坏了，
母妃可是会心疼的。不累。给王爷送一碗去。王妃才尝了一口，就迫不及待的让丫鬟送去给王爷，这么急，心底没王爷才怪了。父王伤好些了吗？贾大夫的药膏效果极好，王爷已经能下床了。父王这演技不行啊，之前手破了皮还养了许久，这回板子打得那么重，怎么着也得躺他10天半个月吧。这是世子妃做的消暑，王爷不尝尝？端上来吧。确实不错，婷儿有福啊，这连带着我这个父王都跟着多了不少口福啊。王妃，刑部来了个狱卒，替明德侯夫人来给您传话，说明德侯夫人想见您一面。让那狱卒回了明德侯夫人，就说王妃不会去见他。看我做什么？怎么，你还想去见明德侯夫人不成吗？这或许是最后一面了。明德侯夫人找你不会有好事的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你能帮明德侯府什么呀？王爷为何这么不待见明德侯府？为何王爷说我从来不欠明德侯府，是明德侯府欠我？你知不知道当年明德侯府对你做过些什么呀？当年太夫人执意不肯退亲，明德侯府为了攀附赵王，意欲把你送给赵王为妾，用生米煮成熟饭来退亲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大昭寺，若不是我及时赶到打翻了那盏茶，你就喝了。明德侯府帮我退了江家给我定的亲，总是事实吧？当年明德侯府之所以会派人去梅州江家接你，是因为归德将军在明德侯府面前提了你一句，明德侯府以为是他看上了你，接你回京是为了联姻。你以为明德侯府是真疼你吗？你现在还想帮明德侯府吗？这些事，王爷是怎么知道的？那些肮脏的手段，太夫人见得多了，是她告诉我的。我若狠下心来不管你，以后我娶谁，她都不会插手。我若是狠不下心，太夫人的行为实在是太过于奇怪了，好像是笃定王爷狠不下心，一定会去救王妃似的。可那时，王爷才刚为了救南康郡主摔断胳膊，满京都的人都以为王爷钟情的人是南康郡主啊。难道我猜对了？那个时候王爷就已经钟情于王妃，而且这事儿太夫人还知道。太夫人难道是怕王爷放手，放王妃和赵王在一起，最后王爷求而不得，痛苦一辈子，王妃所托非人也痛苦一辈子，所以哪怕选择做这个恶人，也要坚持把王爷和王妃绑到一起。太夫人的娘家侄女儿害死了王爷的生母，太夫人要不是为了王爷着想，王爷不可能敬重她一辈子。太夫人要不是为王妃着想，王妃最后也不会放下芥蒂，那般敬重太夫人。应该是的，只是这中间又乱入了个归德将军啊。京都内的大小权贵我也见识不少了，但这归德将军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？我看那也不是什么好人。王妃不认得他，认错人情有可原，他认得王妃却不来找，就是压根儿没把王妃你当回事儿啊。药丸和药粉都够用了，世子妃别累着了。我不累，你们要累了就去歇会儿。我们不累，只是这药丸药粉也太多了吧，回头用不上也会变质的呀。谁说用不上？我是要拿来卖钱的。世子妃，您钱也够用了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世子妃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多有钱？
我应该把钱匣子给世子妃抱过来，这样她就知道自己多有钱了。世子妃，陈青回来了，他让奴婢多准备些肉和菜。傍晚，西安郡王他们要来静默轩，边吃火锅边吃肉串。那你们下去准备吧。怎么没去酒楼吃火锅？我们也想啊，抢了3天，别说包间了，连楼下的桌子都没抢到一张，嘴馋得很，只能来麻烦大嫂啦。这声音是有多火爆，连他们都抢不到桌子。大嫂，我们来的路上商议了一番啊，想在京都再开2个分酒楼，成吗？这事你们拿主意不就行了？我说了随便他们，可他们非要你点头才行。我的话又不是圣旨，至于吗？他们就是打着要你点头的幌子来蹭饭的。时候不早了，再不走要宵禁了。怕什么？荀承思是我表哥，就是大晚上在街上横着走，也没人敢抓我们啊。再说了，也不至于傻到大晚上的在街上游荡吧？屋顶也可以走啊。你话可不要说得太满，你表哥可是抓过百庭兄和大嫂。别人不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我表哥为什么抓？世子妃，昨晚上西安郡王他们被荀承思抓了。怎么被抓了？他们昨晚回去的时候走的屋顶，路上遇到荀承思，就趴在屋顶上等人过去。结果西安郡王竟然睡着了。西国公府大少爷和宁阳侯世子走了一段路，发现西安郡王没跟上来，就回去找他。把人叫醒后，西安郡王迷迷糊糊的竟然摔了下去。西国公府大少爷和宁阳侯世子赶着救他，就被荀承思的人发现了。昨天听谢百庭说今天云逸要回来，他们4个都告了假，准备去十里亭接人。这下好了，别说接人了，是要等着被捞了。世子妃，刚刚宫里派人来道贺，说是您的父亲苏老爷被破格提拔为刑部尚书了。那冯尚书呢？今早朝，御史台联手弹劾冯尚书。冯尚书不仅办案不力，还阻挠苏大人查案，包庇罪犯，心怀不轨。冯尚书说，苏大人查案手法容易造成冤假错案，他是维护刑部公正。御史们无话可说，然而苏大人一句话就让他无所遁形。爹爹升官了，我总不能空着手回去，只是这一时间也来不及准备贺礼了。带下，去药房拿1瓶我提炼好的香露带上。娘子这里是给谁送的？我娘啊。升官的是岳父大人，还说我是僧微贵才，娘子你也不遑多让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可能苏家就是这样送你的吧。什么事啊？苏老爷升任刑部尚书，世子爷和世子妃回信王府道贺，从王爷您的书房里拿到幅画做贺礼。近来婷儿到底怎么回事？总做些惹怒王爷讨打的事，你怎么没拦下婷儿？世子爷说他赶时间，来不及准备贺礼，借用一下，回头他画一幅还给王爷。婷儿拿的是哪位名师的画作？倒也不是什么名师，是已世镇国公生前送给老国公的亲笔画。送给苏老爷？怎么送镇国公的画？怕是情急之下拿错了，快去追回来。不用追了，你儿子还算有自知之明。镇国公的画，他画一幅陪我，我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。别的画，他画100幅也不行。婷儿的画也没那么差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还是觉得这画送的不妥。那是镇国公生前送给老国公的，也不是什么名家大作。婷儿拿来送给苏老爷，祝贺他高升，有欠妥当。或许苏老爷会喜欢呢。你的画技比婷儿好，你替他陪我一幅，画好了挂我书房去。
送母妃的寿礼，你拿父王的就算了，送我爹的你也拿。这也不算是我父王的话，他也是从祖父那里继承的。这么怕我被父王打呀？这话说的，未免有点太欠揍了吧？要是有机会，我一定怂恿王爷把他暴打一顿，免得挨不上打，一直心心念念，百般作死。也得亏王爷脾气更好，怎么就能忍住不打他呢？要换作是我，早憋不住了。御史台不多是宋国公和宁王的人吗？怎么这么积极的弹劾冯尚说？你笑什么？为夫在夸娘子你医术高超，一剂药就帮御史台们找回了丢失的本心。御史台以前确实是宋国公和宁王的人，但自从被你逼着弹劾了太后之后，就里外不是人了，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，谨小慎微，谨守御史之责。大少爷要回府了，娘一夜之间年轻了好几岁呢，容光焕发。以后啊，有大少爷常伴膝下，您和老王爷会越活越年轻的。哪里是义儿要回府的消息让我年轻啊，是堂儿和婷儿送的养生丸效果好。桃儿这孩子是真好啊。我哪有那么好？祖母夸的我都不好意思进来了。祖母夸的不及你1/10的好啊。祖父呢？怎么没见到他？你祖父忙着组建铁骑呢，一把年纪了也不怕累。我已经让人去军营叫他回来了。可惜红山被提拔为刑部尚书了，父亲原是计划让他帮忙组建铁骑的。哎，要真事事都能如计划那般顺畅，这世间呐，也就没那么多烦心事儿了。义儿回来了，可以让义儿帮老王爷。老王妃、大姑奶奶、大姑爷、二姑奶奶、二姑爷来了。眼疾恢复的如何了？1丈之内的东西基本能看清楚了。恢复的很不错。贾大夫是我们信王府的恩人呐。大少爷回府了。祖父，这是季月的大哥，季明见过信老王爷、信老王妃。义儿在家中对你是赞不绝口啊！小小年纪就能镇住黑水镇几百号人，着实不错呀。初来京都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已经命人收拾了间院子，你就安心在我信王府住下啊。忘了和老王妃说了，在朝廷赏下宅子之前，他住我的别院，已经派人收拾过了。也好，有你带我信王府招呼李大少爷，我也放心。我做了16年山匪，待在这里总觉得格格不入，适应是要一段时间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娘，云三太太不喜祭月，恐有刁难，她要应付不来，你帮帮她。好，娘会帮她的。老爷，姑爷送了您一幅画，祝您高升啊。什么画？老爷自己去看吧。自己抓的人还得自己捞，还搭上了2顿饭。幸亏我不做生意，要不然爹娘都得亏没了。西安郡王他们被巡城司抓来的事情传到了皇上耳中，皇上笑了好大一头，又把他们守城门的时间延长了1个月。西安郡王就被宁阳侯世子和齐国公府大少爷联手揍了一顿。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不用早起请安，苏唐总算是过上了睡觉睡到自然醒，就差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小日子。但三太太就没那么舒坦了，她使尽浑身解数，想办法救明德侯府，
最后一口咬定自己的儿子和侄女有婚约，才保下侄女一命。3日后，明德侯府全员被押到西街菜市口斩首示众。三太太受不住打击晕了过去，一连病了好多天。等她病好了，也到了谢柔出嫁的日子。所有人都觉得王爷宠爱南康郡主，他们的掌上明珠出嫁，京都的大家闺秀怎么可能不来送一份天装？这可把苏唐这个掌中亏的世子妃累得够呛，从早忙到晚。二姑娘谢离就帮忙招呼了1个时辰就不干了，三姑娘更是连面都没露一下，只有4姑娘谢琪一直在帮忙。世子妃累坏了吧？奴婢帮你捏捏，送送筋骨。你也跟着我累了一天了，歇着吧。奴婢皮糙肉厚，没那么累，何况还有半夏替奴婢。半夏，把我那只镶绿宝石的金簪拿出来，让红绫去送给4姑娘，就说今儿辛苦她了。怎么累成这样？希儿太多大家闺秀给大姑娘添妆，世子妃招呼他们累的。你要不想应付他们，装崴脚就是。我去，我装崴脚当甩手掌柜，让谢琪一个人去应付吗？人家私房说向着我，就真的向着我。这大热天的，四太太睡的她女儿跟着我忙前忙后，我能那么不厚道把谢琪一个人扔慢吗？其实也没那么累，主要是天太热了，热得人烦躁。等明儿他上了花轿就好了。世子妃，冰窖里的藏冰不够用了。怎么会不够？之前南康郡主管家就在商议买冰的事了，没买吗？南康郡主从账上支了2000两用来买冰，只是之前冰窖藏冰富足，就没让送来。这些天冰窖空出来不少位置，就派人去催了，一直说送，可到今天都没送来。之前怎么没人禀告我？往年都按时送了，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拖再拖。本来冰窖里的藏冰够用了，这2日不知道冰窖怎么了，融化了不少。管事儿的在冰窖里冻得够呛，也没找到原因。他一晚上过去啊，明儿剩下的冰都不够应付喜宴，实在没法子了，这才禀告我。真会给我找事儿！都这么晚了，又能上哪里买冰块啊？明儿一早就会有宾客前来道贺，堂堂靖南王府嫁女，都没有冰块给人降暑。喜宴若不能让宾主尽欢，就会怪我这个世子妃管家无能。再加上我之前还几乎一日不落的给谢百庭送消暑，用兵奢侈，估计那些人会说我只会讨好自己的夫君吧。去确认一下，看看剩下的冰块可够明天用。不用去问了，肯定不够。但凡够用，都不会这时候来为难你。我又岂非是他们想为难就为难的？现在去买也来不及了，冰铺一般只在太阳出来之前送冰块，以减少损耗。找西安郡王他们借些冰块，回头我一还十。今年夏天比往年热，冰块的价格已经涨到5两银子一块了，往后呀只怕更贵。世子妃借1还1，宫中掏这个钱还行，1还10，怕是。没事儿，我有分寸。世子妃的分寸靠谱吗？没事了，下去吧。世子妃，怎么了？此事当真？这火坑竟然还有人抢着跳，这散房的胆子也太肥了吧！太后的脸面这么好践踏吗？要禀告父王吗？父王本就不愿意和宋国公府结亲，告诉他，没准正中父王下怀，找个丫鬟泄露给南康郡主的人就成了。可能来不及了。怎么了？世子爷、世子妃，王爷让你们别管这事儿。去告诉父王，我的封口费很贵的。世子爷和王爷不愧是亲父子，就是互相了解。王爷说再给世子妃1箱子黄金。告诉父王，让他放心，我会拼命拦住相公的。回头我帮你把银票换成黄金吧。可我喜欢的是别人手里的黄金。
快去忙吧。三太太够大胆，不声不响放大招，敢从南康郡主虎口夺食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南康郡主不能和宋国公府结成亲家，自然就不能借宋国公府的势力撼动谢百平的世子之位，也算是好事一桩。只是有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，谁能想到这已经算十拿九稳的事情，竟然会被一件嫁衣绊住了脚。谢薇换上了南康郡主为谢柔精心准备的嫁衣，被谢柔的丫鬟搀扶着出门。谢薇比谢柔矮一点，下台阶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踩住了裙摆，人往前一扑，直愣愣地摔了出去，凤冠被甩飞，脸也露了出来。在场的都是南康郡主的人，当下就有个丫鬟撒丫子跑去禀告，躲在暗处观望的三太太阻止都来不及。南康郡主听完丫鬟的禀告，那简直要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了。好大的胆子！派人去前院拦住宋国公世子，没有我的传话，不得放他进府。刚刚摔倒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？女儿没事。郡主，三姑娘迷晕了大姑娘，把大姑娘的嫁衣拔了，还把大姑娘关在了箱子里。娘，连我女儿的主意都敢打，你们好大的贼胆啊！还不把嫁衣给我脱下去！让薇儿代嫁。老夫人把太后赐婚当什么了？太后那儿，我自会去顶罪。今日上花轿的人只能是薇儿。把嫁衣给我扒下来！我不想和你为敌，可我不得不这么做。还有人拿刀逼着你不成？薇儿怀了宋国公世子的骨肉，让薇儿替嫁这事儿，虽然是我的主意，但宋国公府知道，并且默许了。我还真没见过这么恬不知耻的人。世子世子妃共成一齐都说他败坏门风，亲儿子养外室养私生子，亲孙女和人无媒苟合，怀上孽种。老夫人不仅不罚，还百般袒护，妄想抢我女儿的亲事。这样不要脸的人，也配穿我女儿的嫁衣出嫁，该进猪笼才是。薇儿和宋国公世子在太后赐婚之前，若你和宋国公夫人求太后之前和府里通个气儿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倒是我的错了，是我把这个贱坯子丢到宋国公世子床上去的吗？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。我是比不得你们说着漂亮话，做着龌龊事。这事儿是薇儿和宋国公世子对不起大姑娘，宋国公府一定会给大姑娘一个交代。宋国公府的花轿已经到了，余下的事等让薇儿上了花轿，把宾客送走再说不迟啊。父王，王爷，三房和宋国公府欺人太甚。送三姑娘出阁。王爷让三姑娘上花轿，柔儿呢？我会给她另择良配。我不同意。你明知道宋国公世子非良配，你还要把柔儿嫁给他不成？柔儿和宋国公世子是太后赐婚，三房有胆量蔑视太后，我没有这胆量。何况什么叫良配？这世上移情别恋的人少了吗？怎么回事？三姑娘怀了宋国公世子的孩子。娘，别气坏了身子。三姑娘不过只是怀了宋国公世子的骨肉而已。世家大族，哪位老爷没有一两个庶子？太后本就对我们靖南王府有意见了，就怕三姑娘上了花轿，最后太后不肯收回懿旨。
到时候大姑娘还得嫁，那时候谁是正妻谁是妾都难说清楚了。既然三姑娘已经是宋国公世子的人了，那就给大姑娘做陪房，回头一顶软轿抬去给宋国公世子做贵妾就是。太后那儿自有宋国公会摆平，宋国公府已经认定薇儿，大姑娘嫁给宋国公世子也不会幸福，何必赌这一口气，搭上一辈子呀？宋国公府认可三姑娘，不过是老夫人您和fashion的一面之词。如今宋国公世子人就在府外，找来一问不就清楚了？我靖南王的女儿，是他宋国公世子想挑就挑，想选就选的吗？父王息怒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宋国公世子是娘给大姑娘选的夫婿，娘不会看走眼，捉奸捉双，捉贼拿赃。三姑娘说怀了宋国公世子的骨肉，咱们得听听宋国公世子怎么说，万一他没做过这样的事呢？大喜日子总不能冤枉了他。言儿说的没错，这么恬不知耻的女儿，肚子里怀的还不定是谁的种呢，还处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快去把宋国公世子叫来！你是铁了心要让柔儿嫁给宋国公世子了吗？记住你今日做的决定，不要后悔。老夫人脸色这么差，不会南康郡主没同意让谢薇替嫁吧？嫁的还是大姑娘，这谢柔是捡来的吧？南康郡主不知道谢薇和宋国公世子的事情也就算了，明知道他们两个已经滚到一起了，还滚出孩子来了，居然还让谢柔出嫁，他就这么担心自己女儿错过宋国公世子会嫁不出去吗？明知是火坑还往里跳，莫不是那天在大昭寺他脑子摔坏了？还真有这个可能。南康郡主一直坚信王爷爱他入骨，结果他和王妃一同出意外，王爷救了王妃没救他，一时受不了打击，精神错乱也很正常哈。那三姑娘呢？贵妾。府里出了这样的丑事，世子妃管钟馗，依照家规该怎么处置？南康郡主这为数不多的脑子，是不是就用来和我斗智斗勇了？就谢薇犯下的事，打他30大板都不为过。只是他怀着孩子，别说30大板了，一板子下去，孩子估计就没了。宋国公世子那方面不行了，对谢薇肚子里的孩子可是宝贝的很，让我处置，不是让我当他南康郡主手里的刀吗？我是那么好糊弄的人吗？我出掌钟馗，处理这些事还真不大会。最维护咱们靖南王府颜面的人，非老夫人莫属。虽然咱们靖南王府还没分家，但毕竟隔了房，我一个小辈也不好罚长辈，还是让老夫人来吧。世子妃这是要活活气死老夫人啊！大姑娘一走，老夫人就回去佛堂了。本想躲个清净，结果愣是没躲掉。不过老夫人也是活该了，儿子她不管，孙女管不住，就逮着世子妃霍霍。人家不气，你气谁呀？世子妃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怎么了？昨晚上三姑娘小产了。怎么会小产？三姑娘的安胎药被换成了堕胎药，而且药性极猛。昨晚上大出血，离得最近的太医大半夜被请进府，到后半夜才帮三姑娘止住血。三姑娘侥幸保住了一条命，但这辈子都没法生养了。还真是够狠啊！怎么会药量过猛？奴婢也不知道，算他捡了一条贱命。三太太，郡主还没醒，您先等等，容奴婢通传。三太太，你要做什么？
郡主，你敢伤郡主分毫，王爷会杀了你的。你真以为王爷爱你呢？我告诉你，你有今日尊荣，都是我给你的。前些日子在大昭寺，王爷救了王妃，没救你，是不是很心痛啊？我告诉你，20年前，王爷想救的人就不是你，是因为我在暗中帮你，你才能得偿所愿。是我约你到大昭寺上上香祈福，是我让人泼了你南康郡主一身脏，是我把自己的衣服首饰给你换上的，也是我往你脸上抹了点药膏，你才起了几颗红疹，戴上了我给你精心准备的面纱，差不多的裙长，差不多的首饰，差不多的身量，才叫匆忙赶来的王爷把你错认成是王妃，舍命相救。哼，满京都的人都羡慕你南康郡主，只有我在可怜你，因为你就是做梦也不会想到，你从来没放在眼里过的王妃，才是王爷的心尖儿，是王爷藏在心里的人。哼，你恨太夫人压着王爷不给你正妃之位，殊不知太夫人这么做都是为你好。他知道王爷爱的人是王妃，以此逼你知难而退。可惜呀，你一个赵王府高高在上的郡主会如此下贱，即便做妾也要嫁给王爷。要不是我一番算计，让你和王爷大庭广众之下有了肌肤之亲，别说让王爷娶你，怕是多看你一眼都不愿意。你和赵王不愧是亲兄妹，一样的蠢笨如猪。赵王每次私下见王妃一回就挨一顿揍，哪怕就是猪脑子也该猜到是王爷打的他吧。你更绝，还让王爷派人去护着你大哥赵王，正中王爷下怀。王爷正好看着他，免得他和王妃私下再有往来。你以为王妃爱的人真是赵王？不是，是我和你无意之间让他误会，赵王才是他要找的人。20年前，王爷王妃就互相倾慕了，因我为了成全你，他们才误会至今。京都公主郡主那么多，有谁有你南康郡主日子过得滋润？那些敬重王爷、惧怕王爷的人都对你毕恭毕敬，我帮你得偿所愿，你又是怎么报答我的？为我女儿。郡主，你别听三太太瞎说，她没有死心帮你，要是能做点什么，她不会把你给你呀。三太太打了南康郡主一巴掌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三太太打了南康郡主一巴掌，然后呢？然后三太太就回南院了。被抬回去的？三太太自己走回去的。这走向不对呀！南康郡主赶得先围下堕胎药，显然没把三太太放在眼里。一大清早被三太太甩了一巴掌，能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吗？南康郡主什么反应？三太太走后，南康郡主把梳妆台上所有的东西都给砸了。丫鬟收拾了半天，但三太太和南康郡主说了什么，除了吴妈妈，没人知道。三姑娘是失血过多才昏迷不醒的，眼下这个情况啊，不宜叫醒她，但药得按时按量的为她服下。那就有劳太医了。世子妃来做什么？来看我三房的笑话吗？我只能这么告诉三婶儿，昨儿三妹妹李代桃僵一事，父王承诺给我1箱子黄金，让我和相公当作不知道。不知世子妃留下我是？我看三姑娘脸色那么难看，不像是服了过量堕胎药那么简单。她也给她把脉了，可从脉象上看出点端倪。府上三姑娘确实是服用了过量堕胎药，
但不是一种。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。世子妃没别的吩咐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辛苦太医了。世子妃，南院又请太医了。怎么又请大夫了？三姑娘等了宋国公府一天，也哭了一天，她要下床去找宋国公世子，只是太虚弱了，一从床上下来，人就晕了过去。这谢薇也真是令人无语，才小产大出血捡回一条命，还这么作践自己。宋国公府肯定恼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怎么可能还来接你一个妻子？这是有什么话和娘说的？还不是二哥，喜宴一散就把相公打了一顿。你二哥为什么揍宋国公世子？还不都是为你好？你不知感激，还反过来埋怨他。才出嫁就这么胳膊肘往外拐了，往后还怎么得了？和娘有什么不好说的？相公伤得厉害，我们都没圆房。怎么会呢？你二哥回来我就问了他，他说不影响圆房。可我们就是没圆房吗？一个两个都算计到我头上，真当我南康郡主好欺负了。娘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只是丫鬟听到一点闲言碎语，当不得真。娘，是娘害了你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你二哥气头上下手没分寸，打伤了宋国公世子，怕是要休养一段时日，在他养好伤之前，别圆房。我就说二哥下手重，娘还怪我胳膊肘往外拐。这话就别在你二哥面前提了，他知道了心里不会好受的。女儿知道了。娘今儿身体不大舒服，你父王也没回府，今儿回门饭就不吃了，你们先回宋国公府。派人去军营，请王爷回府。郡主，赵管事派人去了军营，但王爷有事忙，让你有什么事儿，等他傍晚回府再说。郡主别急坏身子，不差这一时半会儿。不差吗？要是不差，他宋国公夫人不会这么急的。把这事泄露给我女儿的贴身丫鬟知道，然后传到我耳中来了。直接派人去军营，就说我心情不好，和王妃在花园里吵了起来，把王妃推崴了脚。他不是最爱王妃吗？我看他会不会回来。郡主，您何必？我让你去你就去。你跟随我多年，知道哄骗我的人是什么下场。